Hello， 大家好。其实我极力推荐的一套房子在这里。这套房子呢，离我们家也比较近，看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那里。如果说叉叉要是买下这个房子的话，我们做好饭就可以直接说叉叉上来吃饭了，他也可以在这里让我们上去吃饭。这个房子为什么推荐？因为它的这个视野特别的开阔，我感觉整个村最好的位置啊，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和这个房子。你们看，这对过去就是这座山，再往这边过去呢，也是一座山，跟我们的房子的这个朝向它是一样的，而且它这个采光的特别好。这套房子呢，我们先不从里面看，我们先看外面，给大家看一下楼上的这种效果。直接往这个路上就踏到这个楼板上来了。这套房子它以前是2户人家的，这也是村支书他兄弟的。然后呢，在很多年前，他兄弟就搬到山下去了。这旁边这一半边啊，就以500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另外一户人家，就是卖给了就是房子被烧了户砖房的户人家了。如果说他要买的话，其实这家人他是很想卖的，因为他们现在下面也修了2栋房子，也不会再回来居住了。这个房子很大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是几开间的，1、2、3、4，它是一个4开间的房子，再加旁边这个一块厨房。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就是他们的厨房，然后往这里走过去。这个房子设计的有点奇怪啊。对，你看这里这么一点点往这里过。它是那个厨房后进的，因为后面是用水泥砖进的嘛。而且这上面特别的干净。对，因为它为什么干净呢？是旁边的放牛爷爷奶奶他们在用来晒粮食，所以说这个板面特别的干净，而且它这个楼板也是比其他的房子的楼板要好一些。它这个房子上面也有一棵枣树。对，这个房子大概的面积啊，也在150平左右。看。往这边看过来的话是特别漂亮的。如果说这个房子拿过来，可以在上面建一个阳光房，是吧？对，这个真的是四面环境都特别好。对，如果说是我的话，我也想的是把这个房子像这样建，这个面朝这座山，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你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月亮和太阳啊，都是往这边出来，然后往那边落下去。晚上的话就可以躺在这里看星星、看月亮。前面那块呢，就可以做一个凉亭，在那里看书、做烧烤、喝茶，是不是？这里这个房子其实很好设计的。现在呢，我可以带大家到他们屋里面去看一下。这个房子目前是放牛的爷爷奶奶他们在使用，他们就是用来堆放一些柴呀，或者一些粮食。其实这个房子拿过来就可以立马入住的，对，达到叉叉的要求，完全符合叉叉的要求，拿过来就可以做。对，就往这里下去。对，这个房子比较紧凑，这里很窄，小心一点啊。好。就爷爷奶奶他们的粮食都是放在里面的，平时就我们那天也跟着奶奶他们过来，弄大米，看见没有？这是奶奶他们放的锁，刚刚跟奶奶说过了，我们进来看一看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？这些玉米、稻谷，全都是放在上面晒干了弄下来的。他们的这些房间格局跟其他的房子是差不多一样的，都是一干串一干。这边就是他们的大厅，但是大厅里面放了很多稻谷。这个房子内部啊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我们是可以进来的，另外一边就是花5000块钱卖出去的那边我们是进不去的。要等那位叔叔上来我们才能进去。对。像这边是没有卖的，另外一边是卖掉了。如果说要买的话，其实全都可以给他买下来的。这里可不可以进去？这里是锁着的，这里是进不去的。还是带大家多看一下外面的环境。他们这个房子最好的是外环境。
对，这个楼梯间延伸他们的厨房太小了。你看，这个厨房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真的很小，在里面都不够施展。对，这是2户人家的，就2兄弟的房子，另外一个兄弟就把另外一边卖掉了。这边就是5000块钱卖的，就是2开间的房子加厨房5000块钱，已经卖了10年左右了。10年前就是5000块钱的价格。对，其实，在农村能见到这么好的板房已经不多了，所以奶奶家他们没有晒粮食的板面，就在这个房子上面晒干了之后堆放在里面。对，你看这外面呢，就是他们以前的桌具，但是这个桌具已经垮塌，不过全都可以把它弄成院子嘛，给它打成立座，然后给它一起浇筑一下。它这个院子是很大的，这旁边就是厨房，厨房这里可以打一个落地窗，然后在这里弄一个火炉房，冬天烤火，看着外面的雪景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它这个房子的院子也很大。对，我在想他们这里也是修的一个厨房，把它拆掉了，你看这个地基都还在。其实我觉得拆掉了还好一点，视野比较开阔。对，这栋房子它已经修的是比较好的，用的材料也是比较好，比其他的房子做工要好一些。它这个完全没有坏，完全不漏雨，对，所以入住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往这里走下来呢，就是下面的一棵大樟树，这个樟树下面就是一个山洞，那个山洞里面是在出水的。如果说坐在这里的话，永远都不用考虑缺水的问题，就直接可以从那个洞里面用水泵把水泵上来。大家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又想到了我们当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每天都要往这里上下。小贤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的李子，那个时候那李子是生的，就是说很甜。然后我在这里跟小贤拍了一张照，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频道的头像，还记不记得？在这里，哇，好酸呀！每天都在这里摘李子后才上去收拾我们的老房子。对，你看从这个视野看的话，这个房子真的不错。对，很多人都到这里来说这个房子特别的好，视野特别的开阔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离路有点远。如果说村支书能把路解决的话，修到他们房子后面的话，就可以共用那条路了。对，刚好这条路下来的话，就在这个房子后面。看这里看上去就是我们的房子。对，其实我们2户的房子朝向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开阔的视野。对，最开始修路其实是打算修到这里来掉头上去的，对，然后那些人不同意。这个房子利用的空间很大，还有这后面，大家看这后面呢是3间桌卷，这些石头都是纯天然的，很漂亮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桌卷也是用这个虎砖砌的。这是一个巷道，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，哦，原来是4间桌卷。这里面采光不太好，因为后面没有打窗户。如果说把窗户打开，也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。那么，整个村里面的房子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和我们自己那栋房子，看得我都心动了。其实我是极力推荐这栋房子的，就不知道这个交通条件查查能不能接受。这里的水源也丰富，而且也能达到立马入住，都不用粉刷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刷那个白油漆就可以了。因为里面的墙他们以前是用石灰粉刷的，